今天我们为你准备的这份资料，主题真的非常迷人，东方审美。我们经常谈论它，但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亚洲女性的美总带有一种独特的，就是那种让人回味无穷的吸引力？这个话题确实很有意思。我们手头这份资料题为《东方审美：切韵生动与文化之根》，我觉得它就像一张解秘密图。对，我们今天的任务就要像文化侦探一样，从妆容、服饰这些我们看得见的线索入手，去破解中国、日本、韩国、泰国这4个国家背后完全不同的审美密码。看看他们是怎么在全球化的浪潮里，依然保留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基因的。这个审美密码的比喻，我觉得很贴切。是吗？因为这份资料的核心观点就是，美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其实是一个文化的视觉指纹。它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看重什么，敬畏什么，又向往什么。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表面上是美颜纯妆，但骨子里是文化和哲学。好的，那我们就从最源远流长，也可能最玄妙的一个开始吧。中国。资料里反复提到一个核心词——气韵。说实话，我每次听到这个词都觉得有点儿，摸不着头脑。是的，它不像大眼睛、高鼻梁那么具体，它到底是什么？这正是关键所在。气韵它不是一个五官标准，而是一种生命状态的一个整体的呈现。生命状态的呈现。对，资料里有个比喻我特别喜欢，他说西方的美像是焦点清晰的高清照片，每一个细节都完美呈现，而中国的气韵之美呢，则更像一幅水墨画。水墨画？注重的是整体的神采和留白，它不是让你看到美，而是让你感受到美。水墨画这个比喻很形象，所以古典审美里的柳岩眉、丹凤眼，重点不在于眉毛是不是真的像柳叶，对，而在于那种温软灵动的神态。没错。包括现在流行的清冷感、书卷气，其实也都是在描述一种气质。完全正确。而这种气质从何而来？资料把它归结为3个文化根源。首先是自然之美。自然之美，它的哲学基础是道家的天人合一。古人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最美的状态就是最本真的状态。所以古代美人用淘米水、花瓣来护肤，追求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那种质感。这点很有意思，它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你看现在最火的伪素养妆，最高境界就是画了，但好像没画。对，就是这个意思。重点不是用粉底去遮盖，而是去突出皮肤本身的光泽和质感。这背后的逻辑，原来几千年前就有了。第二个根源是德性之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相由心生。相由心生。对，它把一个人的美和他的品德、修养，也就是善，深度的绑定在一起。所以你看，古代文学里夸一个大家闺秀，很少会直接说她五官多漂亮，而是说她娴静犹如花照水，行动好比风拂柳，都是在说自在。对，美是通过举止、品性流露出来的。现代也一样，我们说一个人有风骨、有知性美，这都是内在修养在外表的投射。等一下，意境之美，这个听起来就更玄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这到底意义着什么？难道我穿件旗袍就自动拥有了意境吗？这问到点子上了。当然不是穿件衣服那么简单。那是什么？意境追求的是言有境而意无穷的留白。资料里用旗袍举例确实很经典。它的美不在于暴露，而在于含蓄。它只是勾勒出一个轮廓，
但因命的是那些没有完全展现的部分，才给了人无限的想象空间。想象空间。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个更现代的例子，比如现在很多国内的时尚摄影，模特儿可能只是穿件简单的白衬衫，站在一片萧瑟的风景里，照片里有大面积的留白。我知道那种风格，对吧？他没有在炫耀衣服或妆容，而是在营造一种故事感，让你去猜测这个人的心境。这就是当代的意境之美。我明白了。所以就完全颠覆了我们对美的理解，它不再是你可以用化妆品画出来的东西，没错，而是一种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和修养去养出来的气质。对，这才是气韵这个词真正的分量，对吧？它带着一种温润而有力量的底色啊，说得太好了，就是养这个字。那么如果说中国的美是一种向外舒展需要养出来的气场，那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感觉画风突变。是的，资料说日本的审美是极致克制与极致精致的矛盾统一体，这听起来就很耐人寻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转向。如果说中国的关键词是气韵生动，日本的关键词可能就是静观与收敛。静观与收敛。对，这份资料认为，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先理解两个核心的文化概念 ：wabi sabi 和物哀 mono no aware。这两个词儿经常听到，但总感觉一知半解。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生活化的方式来理解它。wabi sabi，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只你用了很久，带点裂纹的茶杯。它不完美，但你看到的不仅仅是裂纹，更是它陪伴你度过的无数个午后，是时间留下的痕迹。这是一种在不完美中发现美的哲学。我有点感觉了。而物哀就像是春天看到樱花盛开，美到极致，但心里又会有一丝淡淡的伤感，因为你知道它很快就会凋谢。日本的审美就是建立在这种对短暂和不完美之美的深刻感知上。哇，这个解释让我一下子就抓住了那种感觉。那这种哲学具体怎么体现在审美上呢？资料里提了3点，首先是洁净之美。洁净。说到日本的洁净之美，我就想起来，我之前去东京出差，发现连建筑工地的卡车都一尘不染，当时特别震惊。真的假的？真的，原来这种对干净的极致追求已经刻在整个社会的文化基因里了。在妆容上就体现为对清透底妆的执着，口红也偏爱低飒合度的豆沙色、弱粉色，因为洁净被看作是对他人最基本的尊重。我懂了，所以他们的美首先是一种不打扰别人的美。可以这么说。那第二点，克制之美呢？这听起来就是差瓦基精神的直接体现了。正是如此。比如传统和服，它并不凸显身材曲线，而是用层叠的面料把身体包裹起来，强调的是举手投足间的姿态美。现代审美里的颜系女孩也是一个道理，她们追求清淡、中性、不刻意的风格，排斥过度女性化的修饰。这背后就是侘寂精神里那种接受不完美、欣赏本真的态度。然后第3点是仪式感之美，把美融入日常。美，对。资料里提到，日本女性出门前一定会化妆、整理发型，这被视为对生活的尊重。这非常有意思，美成了一种日常的修行。是的，艺伎的妆容更是把这种仪式感推向了极致，从涂白的脸到描画的嘴唇，每一个步骤都一丝不苟。这背后其实就是物哀文化中对瞬间之美的珍视。因为生命和美都是短暂的，所以要用一种近乎虔诚的、充满仪式感的方式去对待它，留住它。所以日本的美是一种向内收敛，在细节里做文章的美。它不向外张扬，而是在不打扰别人的前提下，把自己打磨得精致洁净，在克制中传递出一种安静的韵味。总结得非常到位。
好的，那我们从日本这种向内探索的、有点避世感的美，再把视线转到韩国，会发现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没错，它的美不是向内探索，而是时刻向外看看自己是否与周围的环境、人群和谐。这听起来就非常社会化了。对，资料给韩国审美的关键词是实用主义和适配性。适配性。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适配性如此重要？资料认为，这个韩国社会高度重视集体认同感的文化息息相关。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更好地融入集体，而不是为了彰显特立独行的个人。我想我能理解。所以第一个特点是面部均衡之美，他们追求的不是某个五官的惊艳，而是整体比例的和谐。妆容的核心目的也是修饰短板，突出优势，让整个人看起来舒服顺眼，不会在集体中显得突兀。是的，第二个特点，场景适配之美，就更体现这种实用主义了。资料强调，在韩国审美里，得体是大于精致的。在职场，妆容就要干练淡雅；朋友聚会可以稍微活泼一点。美在这里成了一种社交语言，你通过得体的妆容和穿着，表达对这个场景和在场所有人的尊重。但说实话，这会不会也造成一种审美上的内卷或焦虑？大家都拼命想融入那个标准，反而失去了个性。资料里有没有提到这种追求集体认同的文化对个体来说有没有负面影响？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虽然资料没有直接深入探讨负面影响，但他提到了第三个特点，恰好可以部分回答你的疑问。那就是自然修饰之美。这一点很有趣，因为我们都知道韩国的医美产业非常发达，但资料指出，即便如此，他们的主流审美依然是偏爱看起来没动过的自然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矛盾。对，无论是做双眼皮还是面部填充，最高标准都是宛若天生，不能有明显的痕迹。为什么？因为僵硬和过度修饰会被认为是不自然的，而不自然就等于不合群，就会在集体中显得突兀。所以，即使是人工的美，也必须服务于融入集体这个最终目的。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在规则内做到最好的逻辑。这么说来，韩国的美是一种精心计算过的适配型的美，它不追求独一无二，而是在集体制定的规则里找到最和谐、最得体的位置。这背后是一种重集体、重规则的社会文化逻辑。精辟。好了，我们聊了中国的气韵、日本的克制、韩国的均衡。现在我们去一个似乎把这些规则都抛到脑后的地方——泰国。哈哈。资料说，泰国的审美是亚洲最具多元性和生命力的。它融合了佛教的庄严和热带风情的灵动。这里确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真正让人着迷的地方在于，宗教的敬畏感和世俗的生命力是如何在审美上共生共存的。资料认为，泰国审美的核心是两个词：生命力和包容性。我特别喜欢生命力这个词。资料说，泰国的美感不来自静态的精致，而是来自灿烂的笑容、灵动的眼神，是一种动态的美。泰国的这种灵动之美，你只有亲身去过才能体会。真的吗？它不在于五官有多标准，而在于夜市里一个卖芒果糯米饭的女孩，她跟你说话时爽朗大笑的样子，那种扑面而来的生命力，是任何精致妆容都无法替代的。哇！包括他们服饰中那些明亮的色彩，亮黄、翠绿、玫粉，也都在强化这种鲜活感。这背后是泰国文化中那种热爱生活、享受当下的乐观精神。这种快乐真的很有感染力。那第二个核心，包容之美，又怎么理解呢？
这一点非常独特。资料说，泰国几乎没有一个固定的、统一的审美模板，这和韩国形成了鲜明对比。资料认为，这源于2点：一是佛教文化里众生平等的理念，认为每一种生命形态都有其价值；二是它历史上就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地方，所以社会对不同肤色、不同轮廓、不同风格的美都非常接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泰国能诞生那么多风格迥异的美人。那资料里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2元现象：庄严与鲜活并存。是的，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文化体现。怎么说？在宗教仪式或者王室庆典上，泰国女性的妆容或服饰会非常端庄典雅，金碧辉煌，带着浓厚的佛教文化庄严感。可是，一转眼到了日常生活中，她们又会换上鲜艳的服饰和灵动的妆容，充满世俗的鲜活感。这对比很强烈。对，这种双重审美完美地反映了泰国文化既敬畏神灵又热爱生活的独特个性。所以泰国的美是充满生命力的，是一种释放天性的美。它不给你设定条条框框，而是在多元包容的环境里，鼓励你展现自己最本真、最鲜活的一面。这是一种非常健康、非常自信的美。没错，它不向内收敛，也不刻意融入，而是尽情绽放。那么聊到这里，我们好像完成了一次奇妙的旅行，从中国的气韵到日本的克制，再到韩国的均衡和泰国的灵动，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些点连接起来看，这份资料的核心论点就非常清晰了。东方美归根结底是文化的视觉表达。文化的视觉表达。对，它是一种普遍向内求索的美学，强调内在世界与外在形象的统一。无论是中国的气韵要靠修养来养，日本的克制源于内在的哲学感知，韩国的均衡是为了内在的集体归属感，还是泰国的灵动是内在生命里的外放，他们都在告诉你，美是由内而外的。而且我发现，虽然表现形式千差一别，但他们好像都共享着一些内核。比如对自然的尊重，对他人的尊重，还有对自身文化的尊重。这正是资料提到的另一点，这种审美的包容性，是它能跨越国界被世界理解和欣赏的关键。因为这些尊重是普世的，这让东方美既能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又能与世界对话。并且这种审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化石。对，它在发展。资料最后提到，它在不断演变，融入了现在社会的价值观。比如我们现在欣赏中国女性的独立知性美，欣赏日本的中性颜系美，都是在传统文化核心上加入了新的时代元素。但那个核心，那种有文化、有内涵、有温度的美，始终没变。没错。我们今天深入探讨的这份资料，聚焦于文化是如何塑造我们对美的理想。这里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后的问题，供你独自思考。随着全球文化的不断融合，在你看来，你自身文化中的哪一种审美元素最值得被保留下来，甚至被全世界看到？为什么？